迎大家收看优酷独家播出的《没谈过恋爱的我》。要特别欢迎的是我身边的初恋猜心团的各位成员，再次的欢迎大家。成员们对自己上一次的表现还满意吗？除了咱俩，他们应该挺满意的。我看他们谈恋爱，就像我妈小时候在我旁边辅导我的数学听算题，就那个磁带一放，听算一条龙什么什么，然后我妈在边上，不知道吗？这个加几不知道吗？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这么笨，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我现在就是心态，我不知道大家都在等什么东西。你倒是把这个门推开。对呀，急死了。我上一期的感受跟菊姐正好相反，我是觉得他们进展太快了，倒也没有太快了。因为你要想，他们就是没有谈过恋爱嘛，就跟我一样，我们就是为什么没有谈过恋爱？我们可能就是在面对感情的时候不敢迈出那一步，就是这样的呀。要是如果很快的话，他们也不至于没有谈过恋爱。楚曦其实第一期就磕到了，但是在预测的环节我们差了一点点运气。对，因为我光顾着磕那一对。哎，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虽然我们在旁观者看毛毛和那个许文婷好像已经是意思表达得很明显，但是其实他们并没有特别好的场景让他们一对一的在一起。对，所以他们能够在第一天直接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其实在我看来这是对他们来讲很勇敢，所以我没有想到他们第一天就可以写名字挂名了。对，我就已经很勇敢了。你想想看哦，都是那种比较慢热的，又都是那种不是很清晰的去表达自己喜欢的，那后面肯定有很多的这种误解啊问题产生，所以我其实还挺为后面担心的。所以我们6位牡丹村的村民马上就要出发了，大家在这一期呢也要去寻找另外半颗心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出发之后的表现。走。下次穿的很有设计感。这个风绝了，绝了呀！绝了！发型都没了，我这大脑门儿，每一个人都是大背头了，你们3个。我这大脑门儿，发际线。要不要先去喝茶？喝茶，喝茶。好，那你带路，想喝哪家？走吧，什么娘，什么对，半天娘，你是老板娘吗？当你知道谁给谁挂了风铃之后，再看起来就不一样了。对。哇，还挺有感觉的。我就很喜欢这种老的地方，烟火气的地方。他们好明显的分成2波，隔了一座山，他们之间。这家店我之前做过攻略，这家店很好看，这好酷哦！哦，这家店也很有名啊。拍个照，等一下我拍个照。他本来想跟上，2男生在后面，他又回去了。不用管我，我腿长追得上。走，走，走。一切远远被落在后。这么远啊！哦，那个吧，那半天娘，那个白白的。来，哦，我们来吃那个海石花。咱们找地儿坐吧。外面没？行。天哪！天哪！不是吧？6个人一排坐这儿吗？好，坐边边上，往前。还要再往里一个。这是昨天的座位是吧？哎呦，
虽然每次都分开，但是杨烁陈跟曹烨永远是挨着的。就很奇怪，6个人一起出来，然后坐一排也不交流。这咱们坐一排了，怎么吃啊？来，大家发下筷子，然后呢，我来端着，大家来夹。还有个酱呢。哦，酱。给上了，对。哎呀，哎呦，哎呦，要不然你淋吧，我手抖。还是你聪明，哎都，没想到。他俩真的很自然，对，感觉像相处了很久。来，请。嗷嗷待哺。爱吃吗？我不敢吃，因为它是海鲜馅儿的，我怕。你海鲜过敏啊？哦，我海鲜就盲盒式的过敏。我觉得挺好吃的。来，请。嗷嗷待哺，嗷嗷待哺。谢谢。这个垃圾，那个哎呀，垃圾那个给我丢了。挺细心哦。他很习惯照顾大家，做事服务型的。这个还有哦，你都吃了它吧，怪浪费的，都吃了吧。你不是爱吃？他认为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位男生是谁呢？因为我家就是主张勤俭节约、光盘行动，所以我觉得吃别人的剩饭还是蛮幸福的。然后我们可以合个影啊。好呀，好呀。你们两个往这边坐过来吧。我在这边，坐近一点。自己找位置啊，1、2、3。还不错，帅的，好看的，好看的。还是无拘无束的旅游。确实啊，我好多年没有旅游了。味道。哇，好像大学的时候的那种假期，跟朋友组团出去旅游。杨烁陈他其实是在上一期扭蛋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觉得吃喜欢的人的剩饭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大家能理解吗？我觉得很幸福呀。你觉得很幸福吗？对啊，我觉得很幸福，我只是没有这个机会啊。而且我觉得吃喜欢的人剩的饭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了，那肯定的呀。你吃过吗？没有吃过呀。你怎么知道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食物？不，这个很难理解吗？这很好理解呀。我理解不了，很难理解。那是个边界的问题，对吧？这是件特别亲密的我们的关系，也就是我是不排斥你的，所以广志很渴望能去吃别人的剩饭。你很渴望吗？渴望倒也没有了，老师，我是因为不渴望，可以接受，可以接受。哎，来了，是一个神秘任务。午饭后，请3位女生乘坐车辆前往光明顶寻找半颗星的全貌打卡地，并完成拍照。这就是左耳拍摄地吗？是吗？是，左耳跟你的婚礼都是在这儿拍。为什么男生不来爬这个？他们可能下海了。我们还有秘密任务，前往南屿，登上绿色灯塔，还要拍照。男生的这个秘密任务真复杂，我也觉得。哇，新嘉宾，皮衣，哇，飒女哎，感觉是。
Hello， 你好，我叫何雨欣，今年22岁，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并没有觉得牡丹是一个贬义的词性，因为我是个很慢热的人，我比较喜欢宅在家里，没有渠道去认识可能适合我做伴侣的男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刻意疏远他。如果现在的话，我看到一个人，我特别的心动，我应该会去尝试一下。没跟你 hello 吗？哦，我跟你，我的天，你认识吗？懵了。我以为是跟我 hello 呢，就是跟我 hello 呢吧？啊，是我们的人啊。是啊。好。这是新人吧？是吗？新人，咱就别在意这个了，好不行？是新人，不是认识的。Hello， 你们上来吧。新人。你好，你好，你好。Hello。我有点喜欢罗志阳了，管你来的是谁，我反正就在后头待着。我拍个照，咱仨在这站着背着拍一张吧。我要在最左边。可以啊，可以啊。谁去拍呢？这姐姐能帮我们拍一张？好，要我帮你们拍是吗？然后呢，咱们换着拍，嗯。好，没事。好。One Piece。干嘛？还在我。就你仨有啥好拍的呢？我就想说。我觉得弹幕上是不是会飘过一句话：“男人总是有颗少年的心。”对，就像孩子。我可以理解，因为大家都是看这个长大的嘛，尤其还在海边，因为每个男生都想当海贼王。我不能理解。我觉得哥几个谈恋爱来了，就别把动漫忘掉吧，行不行？动漫很重要哎，你不想征服大海吗？不想。那3个男生，另外两个男生要摆那个姿势，你会拒绝？你说我不要摆，我要跟女生拍照吗？打不过就加入吧。我会觉得尽量的多跟女生接触一会儿吧，就是我们可以一块儿拍照，就多理解女生的心情。他们可以拉着女生一起去海贼王，就是。拍完了。哇塞。OK， 走吧。怎么拍一张？4个人其实也可以拍。好，那。哎，我们到这里来，一边就没有风了。好，上去吧。其实差不多。来，我再往这样蹲点。我看不到摄像头。你今天才来吗？你们来了很多天了。我们来了得有1个周了。不可能。真的，所以说我们很熟了。真的假的？真的，你看我真诚的小眼神。是觉得你们仨挺少的。走吧。这个打卡完成。哎，我刚刚是怎么过来的来着？他们那边好像不太好，咱过去给扶他一下。走吧。你等一下，等我们扶你一下。没事。不是，我不用。哎呦我的妈呀，不用。不，你需要。小心。没事。我感觉他比咱们还那啥。你这里你要扶一下。好，扶你。谢谢，扶好。我先过，我扶着你。我先过，我扶着你。谢谢。硕晨对他这么主动，绅士，比较绅士。你小心，我的妈呀！等一下啊，来，踩这儿。来 ，Thank you， 谢谢。我发现硕晨还是暖。其实硕晨挺细腻的。
好，你过去。谢谢。你这样能过吧？走，终于可以回去了。等一下我们等一下我们3个老年人。天哪！哎，你看寿辰，走慢一点，等一下他俩呗。好，等一下，我走路比较。耗尽了体力走的，没电了呀！我觉得这个女生看起来活力满满。对，没关系，慢慢走。哇，这个矮了，怎么感觉比我们过来的时候大呢？出问题，出大问题。你们鞋子防不防水啊？我的是鞋。阿牛啊！湿了！快走吧！啊，我的妈呀！石头，我也湿了。算了，石头。跑过去。完了！你鞋里面进水了吗？进了。等一下我们。你怎么了？等一下，他还需要把鞋脱了。哦，他把鞋脱了。我是要，你还好吗？你在想我在干嘛？我为什么要跟他们来这儿？捕鱼回来了我，可以下海捕鱼。所以什么叫做半颗星的打卡地啊？哦，半颗星就是这里啊。这个就是半颗星。就是它退潮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的尖。哦，没事，我们拍了。现在拍吧。我感觉其他3个人就属于那种偏温柔可爱型的，然后这个女生就有点那种比较飒，然后有点偏男孩子气质的那种。哦，这是半颗星啊！是的，哇，真的，赶紧拍啊！3、2、1，可以，走吧。哎，我们在这再拍一个。一会儿我给你拍。啊！我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啊，这个好看的。哇，这个感觉是好看的。哇，这个太绝了，这样真的绝了。尬住了，又是同样的，又是同款配方。毛毛不是毛毛，你没有什么想聊的？我感觉到他在努力的热场。我们这边我们所有人中有一个是热场王，我是其次，他是大王，我是小王。剩下几个全是闷着不说话的。一共就6个呀。嗯，就他们俩，就我们2个人。昨天就是，其实我也不怎么爱说的人，但是遇到了更爱说的，遇强则强。没看出来，真没看出来。遇强，那个女孩是有多爱说呀！我的妈呀！潮汐能发电，活力满满。活力满满。哦，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是吗？哦，对，正常自我介绍环节，你开始吧。我本名叫罗志阳，笑死了。然后我叫毛人龙，人民的人，然后生肖的龙，对。毛人龙，罗志什么？罗志阳，毛人龙，还有什么昵称吗？叫我毛毛就行。毛，志阳毛毛。对。然后我叫杨硕成。我叫何雨欣，然后你们可以叫我什么小雨啊、小新啊，或者叫我团团都行。团，然后我是学教育的，音乐教育。音乐教育是指？就像有美术教育啊什么的，就音乐教育就一样的。就是他要从学乐理，然后器乐、钢琴，然后会有这种课，还有比如说音乐历史都需要学吧。哇，好厉害！那唱歌肯定好听。来了。
谢谢。不对，你还没有自我介绍啊？哇！掉线！哦，介绍了，掉线了。天哪！限量，我就会一直处于这种，就是状态外。对。罗志阳为什么这么逗啊？那我蛮想看蔡瑞对罗志阳进攻哎。蔡瑞说他是会主动表白的，我想看罗志阳是什么反应。他现在就是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怕是也不动，第一顿他就跑了，敌动我就跑。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来喽，我们先到了。谁是长条桌？这个是长条吗？这个吗？应该是这儿吧，那就。这怎么做呀？永远的问题是怎么做？看看新人怎么做。几个位子？哦，他直接坐下了。哎，什么意思？哦，和我做一个，行吧，我能坐边上吗？可以吧？这样子男生和女生分开坐。可以啊，你们坐那边。很在意这个。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像就学生时代的那种男孩子，38线。对，划清楚，我们男生跟男生，你们女生跟女生一起。咱们不是谈恋爱来了吗？咱们干什么来了？广志急死了，你们这群不会谈恋爱的人放着我去多好呀！哎，你要是真去了，你觉得你能比他们强吧？不，可能也不能，我就是嘴比较厉害了，我去了可能比他们更怂。那我们就坐这边吧。行。你就坐这儿。哦，我坐在这儿。来了吗？听到声音了，来了。Hello。你好。Hello。他们说女孩子坐一块，男孩子坐一块。好。哎呀，真好呀，到齐了。我叫何雨欣，然后你们可以叫我随便小雨、小新，或者叫我团团也可以。他们仨你都记住了吗？差不多吧，名字挺像的。聊得怎么样？还好，挺好。哇，他们真的一次次的尴尬啊，真的是。因为其实有同性在场，也会有点微妙。就是的。那你是现在方便问一下多大啊？哦，00的，00的哦00的。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开吃，都饿了，大家。本节目由专注氨基酸优化，希望给宝宝全世界的好的奥优能力多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那我们回去呗。走吧，一起。走吧。突然多了7号呢。那我是不是要跟你们 say goodbye 了？对，走吧。购回购物。好累啊，应该要从小注重身体素质。就像奥优能力多奶粉，专注氨基酸优化技术，科学守护健康，从小就给宝宝打好基础。牡丹村今晚的特别活动即将开始。哦，还有特别活动。现在前往篝火广场等待吧。罗志阳现在两眼一黑，我刚想回来睡一会儿，你们又让我去篝火。
家原因可以。哇哦，我们2个人先到的，咱俩坐哪儿？坐在，完了，坐位子怎么坐呢？求求了，夹花坐也行，一男一女，一男一女夹花坐。Hello 啊 Hello， 找地儿坐吧，要不？有点冷，站一会儿。这是有颜色要求的吗？没有，随便选。我坐边边。哎，看看蔡瑞坐在他旁边。嗨 ，Hello， 勇敢，给他个赞。我的介绍怎么隔我这么远？啊，我坐这会不会不好？那我坐那好了。有啥不好的？有啥不好？你就送我吧。Hello， 我心疼蔡瑞，好不容易有鼓足勇气坐在他边上，他走了。我能理解罗志良，他只觉得自己如果一个人坐在其他女生之间，会有点太突出了，他不想当那个突出的人。现在请打开桌上的那个盒子。还记得到来之前你写给未来初恋的那封信吗？现在请从漂流瓶中取出这封信，跟大家一起围读和分享吧。哇，这个节奏，这有点猛哦！天哪，绝了！我想到会读信，但没想到如此公开。对，我也是。开屏。我好紧张，我居然没有想到这封信是要读出来的。哦，天哪！好，读吧，开始吧。哎，我真的好不好意思读出我这封信呀。没事儿，没事儿。咱能平一点。哎，好紧张啊！紧张了。战术。我看不清啊，为什么？我忽然看不清。等一下，等一下，我这边弄一下。好了，开始了。兔来自快乐星球的你，我今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龄奔3了，也想尝试一下爱情是什么味道。这封信也许会在表白日那天被开启，我会穿着红色的衣服出现在你的面前。我相信爱一个人是红色的，它是大胆的、失控的，也是热情的。我忘记再一次自我介绍了。嗨，你好，我叫杨硕晨。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且一直等待你出现的男生。日常能说会道，但一遇到正经事就会语无伦次。我也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而且过于理性敏感。也许我不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但我希望我可以是当你遇到烦恼痛苦时第一个想到倾诉的人，遇到快乐开心有趣的事情时第一个想到分享的人。因为我有信心，有我在的生活，你的每天都平安喜乐。毕竟我是拥有快乐瀑布的 YSC 杨硕晨。我被硕晨感动了，我要站硕晨。就语无伦次了。你看雨欣就是非常炙热的眼神一直看着他。雨欣都接收到硕晨的话了。开封这封信的时候，可能跟我给大家的就是初印象可能不是一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很话痨或者是很外向的一个人，但是实际上我是一个不是那么的，我觉得我是一个挺内向的一个人，可能我在刻意的去让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人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希望去烘托气氛。
然后我也是一个害怕大家能快速发现我的一些缺点啊，或者怎么样，对，就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就，好吧，就很真诚。我感觉我写的比较就是也是文绉绉。不知道这封信是否会被开启，阅读文字的又是谁？这时的我无法想象。在我看来，命运会是一条孤独的河流，我觉得只有灵魂相伴才能度过。希望能和你在午后的工作室里讨论遇到的瓶颈，在充满烟火气的破旧街道随便走走，一起吹着风扇看着电视发呆，深夜边吃着烧烤边打着游戏，平常而普通。但未来的事情是未来的，现在的我正享受着当下，也展望着未来的美好。所以无论结局如何，你都需要去接纳。当然，你也别害怕留下什么遗憾，因为一切都如未打开的盒子，无可预料。你能好好享受当下就好。笑得好甜呐！灵魂相伴，才能够去趟过命运这条孤独的河。哎，这句话我真的没想到会是罗志祥写出来的。其实也不难猜，我觉得，因为他是一个画家嘛，这是很艺术的一种气息。我觉得就是罗志祥是相信爱情的，他是的，在这里面看上去很懒啥的。我总觉得他是在伪装自己，就给我的感觉是他没有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暴露给所有人去看。如果是在他喜欢那个女生面前单独相处的时候，对，可能会有，事先说一下，我信挺长的，然后我就慢慢念了。只有它是3页纸啊，你看。给那个我想不出肉麻名称的你，展信如晤，还望春夏秋冬皆安。不曾想过有一天会给你写信，我想先请你原谅我这般冒昧，贸然的提前写信给你，同时却又希望你务必读完这封信，因为这封信承载着西安腊月的刺骨寒风，在这个未曾遇见你的冬天，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来到你手中。说起来，在我起草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设想过称呼你为亲爱的，或者说我的爱人，我的亲亲。可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竟然不知道该从何下笔了。所以先念一首诗吧，可以吗？今天我感到非常烦闷，我想念你。我想起夜幕降临的时候，和你踏着星光走去；想起了灯光照着树叶的时候，踏着婆娑的灯影走去；想起了欲语又塞的时候，和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战友，因此我想念你。你看，人家写情书的称谓是战友，再回头看我的称谓，算了吧。但我依旧不觉得美。王小波也没当过兵，哪来的想念？可我还挺喜欢王小波的，他喜欢写爱，写他认为的这是宇宙间的浪漫。其实我挺羡慕他的，人长得不好看，但遇到的却是爱他灵魂的人。你呢？你是爱我的皮相，还是我藏于深处的灵魂呢？又想起不知哪位作家说的话，亦或是我自己杂糅出来的一句：在我们的一生，遇到爱，遇到陪伴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到了解。你若看到过，或者愿意替我去查一查后再告诉我，那我还是很感动的。至少说你到底是咬紧牙关看到了这个地方。不过你要是乐意听故事，我也愿意再讲讲。他俩在萨瑞索塔的海滩上捡海螺，在迪士尼乐园里疯得像个孩子。他们很幸运遇到了对方的了解，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咱们不用跑很远，就在泥沙里翻找些田螺，在公园里面对面骑一下跷跷板，玩累了就聊聊天，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自来水，困了就睡长椅。重要的是和你。没去想过和你遇见那天是什么天气，不过你觉得是遇见那天重要，还是在一起那天重要？还是看你什么时候收到这封信吧，到时候再来仔细问你。不需要别的啰嗦言语了，一句话就已经足够。你好，很好，书难尽意，容于后续，当面续，毛毛。哇，这才是真的文绉绉，哇，真的会写，还挺令人牙酸的，因为我也没有想过会当众读出来啊。还是希望就是说真的能碰到一个自己互相了解的人吧，不需要什么山盟海誓，也不需要什么约定俗成的天长地久，一句喜欢，一句我爱你之类的，就其实很满足了，大家就不要要求太多嘛。
沈老师眼圈都红了，感觉。没有，我就觉得其实，给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年头好像都没有浪漫，其实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给自己浪漫的机会。所以我经常讲，我自己看00后，我有的时候经常会感动，就你不要被他那个吊儿郎当的外表、躺平的这种言语给迷惑了，实际上他们可认真了。其实他们也在等待一个机会去证明自己。对，你得要一个推动力，他们就觉得哎有理由了，可以去做这些事情，就能做得很好。是的，我们来看看女生们的信。然后我的信没有前面那几个男生写的那么的粉红泡泡，就是我的信写的很轻松。来吧，开始。Hello， 你好呀，我的 Dream 先生，你现在在哪儿？为什么还不来找我？生气。不知道你现在在干嘛？是不是也在想去哪儿能遇到我呢？我想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你知道吗？在还未遇见你的日子里，我多次幻想过你的样子。阳光的、霸道的、温柔的、委屈的，你出现在我所有需要你的情景里。有时候我也会想，等待你来到我身边的日子真的太漫长了。你走到哪儿了？我好想你。可是我也知道，爱情不能用进度条加载，也没有试玩 demo。好吧，那我原谅你的迟到，你慢慢来，我不着急。在这个爱意泛滥的时代，我确实还是想慢慢来。我不认为20几岁还单身是丢人的事情，反而这很酷啊！因为我明确知道，我要的爱情不是便利店的快餐，我的爱很贵，希望你也是。不要担心，前面的20几年我都过得很幸福，希望遇见我之前的你也是一样开心的，不论在哪，不论和谁。不过偶尔不幸运也没关系，毕竟你的幸运女神我马上就要来到你的身边了。没了。哇！然后我想说的其实都在信里了，剩下的咱们到时候单独聊。好的，我写的也挺轻松的。我的信是人生的第一封 love letter。初恋先生你好，我是 F 班括号不是的许文婷。在我写信的这一刻，你一定还不知道我。不过以后喜欢着你的我一定紧张的连话都不会说了。所以我现在还是有义务出卖一些他的小心思的。首先呢，他真的很倒霉，长这么大也没真正喜欢上过谁。但他也很任性，宁愿单身也不会将就的。所以很感谢你的出现，让他第一次知道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我想你一定是很好很好的人，就是挺爱迟到的。他还想看看你的世界，然后紧握着你的手走进2个人的剧目。世界真的太大了，一生也很长很长，总会有许多辛苦的瞬间。但是我相信，如果是你们的话，遇到再困难的事情，也可以开开心心的笑成2个小傻子。好苛刻，接收了。最后呢，感谢初恋之神，让我遇见了你。如果可以的话，要给初恋之神写一生的信。我的观念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希望2个人可以是那种背对背作战的战友，然后可以把后背留给彼此。战友不是那个毛毛的词汇吗？并且同时也是就是笑点很一致，然后2个人在一起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面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就想写这封信。对，那我读一下我的信。致未来的你，你是什么样子的？我一直感到很好奇。你是矜持的、热烈的、沉静的，还是疏离的？但我随便猜测，你大概率有着温柔的目光和坚定的心。世界原本只有一个我在独自行走，现在多了一位爱人。未来有一天，我们也许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但步伐会一样的坚定。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大概是仿佛永远相离，又仿佛终身相依。亲爱的未来先生，你好，见字如面，终于等到你啦，哈哈，终于。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你的样子、你的声音、你的品德、你的性格，我好怕我哭，但最后得到的却都是一团迷云。再来
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吧。何雨欣，女，22岁，金牛座，湖南人，喜欢唱歌，喜欢不好意思，我特别喜欢哭。好感性啊，好炙热呀，很渴望。喜欢吃辣，喜欢吃甜，喜欢自娱自乐，很喜欢你。你不会害羞了吧？那可不行，你要习惯我毫无保留的爱意。我要每天说10000遍爱你，用我的眼睛、我的嘴巴、我的毛孔、我的气息，用我浑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去宣泄我爱你。虽然我还没有谈过恋爱，但在我丰盈的大脑里，关于爱情的那一点相对贫瘠的区域，它还是告诉我，在爱情里我们是相互的。你不需要一直充当强势的那一方，在你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我的时候，我也会同样勇敢奋不顾身地保护你。说的差不多了，亲爱的未来先生，不知道你此时是不是也像我期待着你一样，期待着我的到来呢？愿早日相见，也愿我们的结合能够给世间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光亮。你的迟到小姐。炙热呀！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很憧憬的，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感性啊！还好我没有去，不然我只会写我要结婚。听完之后，你对谁的，无论是男生女生，你觉得自己比较受打动的？那肯定是文绉绉的毛老师，我觉得他很有那种就是情怀吧，就是会写一个非常那个正式的话语，告诉你我有多么喜欢你。我觉得就是文字的力量是很有魅力的，被才华打动了。但是真的，我觉得毛毛是一个内心情感非常丰沛，要溢出来了他才不谈恋爱。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得住他的这个情感的人。对。刚刚是有哪个女生她有聊到，比如说她对于一直单身这件事儿，然后她也会讲到说，我并没有觉得我20多岁一直单身啊是一件就是丢脸的事儿。我不好意思提这个事儿，我脸皮薄，我是就是不太好意思在人群中说，哎，我25了还没有谈过恋爱，不是因为我自己认为它难以启齿，是我接受到的来自外部的因素并不是友好的，就是他们对我的这个没有谈过恋爱这个行为，并不是一个正向的评价，他们会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啊，或者同情的眼光看着你，那个同情眼光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喜欢。对。就沈老师，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可能也会在讲说，一定要找到一个灵魂伴侣啊，您怎么去看这个定义？就很多人都提到了灵魂伴侣，但是呢，你有的时候遇到那个感觉很理解我的那个人，很可能他是向下兼容的，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追求灵魂伴侣的人，常常会就我喜欢的人，他怎么就永远不喜欢我？是因为那个人一直在向下兼容，可是他要找的灵魂伴侣是跟他一个层次的，甚至要比他高一点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后面反倒会难要求灵魂伴侣。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感受感受这些文字的力量，好不好？因为由我们的官微和微博综艺一起发起的给初恋的一封信活动正在微博进行当中，所以截止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来信，然后我们先展开看一看，可以摘几句让你觉得很打动你的。我觉得他这一段都在很打动我。浩然你好，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给你写信，可能就是因为前2天刚知道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火锅店要拆了，我突然就很想问问你，这几年在国外过得好吗？还记得以前我和你去火锅店，你一连点了20几个鹌鹑蛋，骂你浪费，还反驳我说不是你爱吃吗？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好笑，不过还是谢谢你，愿意记得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后来就再也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了。你呢？有遇到新的喜欢的人吗？很难想象现在的我们再见面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都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虽然你也不一定能看到，但还是想在这里和你说一句祝你幸福。我也要去追求更好的幸福了，小麦。
虽然不能够给未来的初恋写信，但是可以写给未来的宝宝，就像奥优能力多，专注氨基酸优化，更多营养好吸收，让宝宝幸福快乐的成长。走吧，回去吧。走吧。楼下还有吃的，要去看看吗？楼底下。走。吃绿豆饼吗，朋友们？还有小蛋糕，耶！吃饱了吗？今天晚上？没有。没有。咋吃饱呀？咱们晚上在这儿每天开小会，好不好？好啊。怎么着？我来做会议纪要。今天挂灯我都不知道怎么挂。今天晚上就没有跟什么接触啊，感觉。笑而不语。那我问一点犀利的。来，我还能有什么那么犀利的？我这情感经历这么空白。哎，我问你，喜欢温柔的男生还是可爱的男生？更看重哪一点？温柔和可爱，温柔。肯定是温柔。那你一般喜欢的人，他是那种就是主动型的吗？还是说被动型？挺主动的。挺主动的。就你比较喜欢主动型的是吗？对，因为我也很被动。我觉得我大概知道他的是谁了，温柔主动。什么东西？就是他喜欢的类型。谁呀？你先说是不是真的有，或者说偏向，就是偏好。对，偏向而已，就谈不到喜欢，就是我在这里确实有偏向，对，就是温柔主动啊，但他好像不是特别温柔主动，哎，也不一定啊。我想到是谁了，你这样说我就更知道了。我怎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啊。等一下，我懵了。就是温柔主动，但是又没有特别温柔，就是这个指向性，我觉得就挺明确的。哎呀妈，他把我这个局外人都聊懵了。我觉得就是毛毛不会变吧？那应该不会变。为什么都在？不行，不能猜，就不想猜了，不猜了，等下猜错了就很失望。就是，反正不一定。哎呀，这个再纠结这个没有意义，下一趴。行吧，行吧，行吧。女生一般在这个时候都会坐下来互相聊一聊吗？女生会。他们现在不好意思说，是怕说中了同一个人会很尴尬。而且说中了那个人，万一没喜欢我，那不是更尴尬？更尴尬了。你喜欢男生什么样的？就大概是，就理工男。理工男。对啊。比较闷一点的吗？对啊，是不是因为你的性格就是比较还挺？对，那个 get， 对，好吧，你也喜欢吗 ？No， 他虽然性格很开朗，但他不喜欢。对，我会憋死的。那个你现在比较在意的男生的身上哪个特质最吸引你？就是现有的特质。现有的，这句话很重要。你要是说翟潇闻就不行了。有原则。不，就是这里的人是啊，这里你就看出来他有没有原则了，看得出来，很明显，很明显。怎么这几个原则我今天一个都没看到呢？可能你没有仔细观察。没事，就到这儿吧。好，就到这儿。你能接受的年龄层是什么？就上下多少岁吧？上5岁，不下。就是如果那个人真的特别的让我心动，特别的让我心动的话，可能能接受3岁，下3岁，下3岁，不能再小。就是这得是极特别的个例是下3岁。OK。反正我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愿意在一段关系里面去教对方一件事情，还是希望对方来 lead 你？我都行，你都行，你也可以教他。对，我完全不能接受。你完全不能接受，他要 lead 你。就是我不能接受我来栽树后人乘凉这种事情。我只是单纯觉得一个弟弟，他一定不会跟一个姐姐在一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本来
男孩就比女孩成熟的晚，然后我还是个孩子呢。如果他还比我还要孩子，需要我来照顾，那谁来照顾我呢？我觉得你是一个就那种那个是好的自尊，就是很强的，比较自信的那种，你就觉得自己值得最好的那种感觉，对吧？话是这样说没错，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昨天不是说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吃喜欢的人吃剩的食物，觉得很浪漫吗？然后就我呢，怎么了？我也是。然后我呢，就是等一下，是我们这里的男生吗？对哦，继续吧。然后我呢，就是在我看来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就是喜欢的人吃我吃剩的东西。因为这件事儿我经历过，就是那个男生很自然的就把我吃不了的东西拿过去吃掉了，这个还挺亲密的。然后当时我的内心就一直在爆炸，就是放烟花。但是你不觉得这种行为就真的很对，就是完全已经越矩了。对，像爸爸会对妈妈做的事情。对，而且当时真的自然到给我一种我俩已经在一起了的错觉。太会了。对，太会了。他好会。反正我真的是玩了挺久的。他是不是就都挺会的？不止这一次。不是，这很长一段时间指的是我现在其中就吃了一次，但是陷了挺久。对，就是那段时间我就反复自我怀疑和自我疑问，就是疑问他到底对我是什么感觉。但后来就很明显他是对我没有意思的，因为后来我们也没怎么联系了。他会错意了，但会错意这件事在感情里太可怕了。对。几点了，宝贝们？我今天21，一会儿回去。走吧 ，Go。拜拜，拜拜，拜，晚安。朋友们，其实刚刚女生问的夜聊很有意思，我想先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能接受姐弟恋的举手。怎么回事？你怎么跟票啊？不是，因为我在思考。能接受姐弟恋女生？我曾经不能。你为什么转变了？人的不同吧，可能就这个人对了，什么条件都不是条件了。主要是让我还是可以有做女孩的一面的，就是小女孩。就是我觉得其实姐弟恋这3个字一说出来，可能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刻板印象，就大家会觉得，哎呀，就是女生一定会是要当妈妈了，男孩一定是不懂事，什么都不懂，需要有女生来教。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男生也可以很负责任，很成熟。你这时候是心理年龄和你实际的生理年龄，它不匹配的。是的，我觉得还是要相处，要了解。就你自己觉得你把一个男孩教育的好像你教会他怎么恋爱了，他去跟别人好。可是女生的成长不也是通过之前的恋爱的关系成长起来的吗？如果说年龄有差距，一定是年长的教导我觉得这个关系给他定义的太狭隘了。所以我觉得姐弟恋跟恋爱经历有关，而不是跟年龄有关。猫咪过来了，喵，你吃，不打扰你，好吧？来吃吧，我走了，明天给你买猫粮吃，好不好？喵喵。哦，小猫咪，你看真可爱，善良啊，爱心。猜心团的各位成员，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猜心时刻，同时也是我们的奥优能力多守护时刻。我们给大家的规则是，待会儿我们几位成员要从桌上我们的奥优能力多的奶罐当中来抽取一个人物，大家需要预测这个对应人物的心意表达结果。我们从上一次猜对的4位先开始选。我先来吧，那就好。
你这是曹烨，我运气太好了，许文婷。可好猜了。我是送分题，我是送分题。我是送分题了。啊，对啊，这太好猜了。毛毛，我们让没难度的人再抽一个吧，看能不能抽出一个有难度的来。哇，太难了。你这个也很好猜啊，不挂。啊，对他应该是不挂，他是没有心动感觉。我就动手了，我直接就动手了，我也不客气了。我先把许文婷挂上吧，我就直接把他俩粘上去。对，你也帮我粘了吧。我这更是送分题。你们都是送分题啊？蔡瑞，你觉得蔡瑞今天没有变是吧？他一定不变，他一定是不变的。我觉得我这个也是送分题。我拿的我是杨烁成，但是他今天可能会不挂哦。还是应该是他勇敢一点，让他挂一下吧。我会选择让他挂起来。雨欣，我听大家的，他会挂的。雨欣是那个呀，杨烁成是吧？烁成呀。啊。因为第一天我们可以用排除法。对，因为第一天他没有任何男生对他有好感，感觉是后来的。对，然后这个男生是比较主动的去给他一些关注的。对，他哪怕不是喜欢的，就是好感，我觉得他也会选。那我觉得他不会挂。哎呀，看我们今天能够对几对啊！你还在纠结什么？你有什么好纠结的呢？烁成也纠结了，他们比我们纠结多了，我们都觉得很干脆。曹烨今天会挂，曹烨今天肯定会挂。我感觉他不会挂。蔡瑞很坚定，哈哈，好可爱！哇，这一对对了，我是对的吧？你是对的，没错，哇，我太厉害了。直接躺平。罗志阳没有选，罗志阳这个不意外，这个不意外。曹烨还没选呢。曹烨选不选？选。哇，曹烨倒是很好奇。选。天啊，最自信的姑娘怎么这么纠结啊？因为她纯被动啊，她老说自己纯被动，纠结死了，就写个风铃还纠结。就是啊，你就人家又看不到。但我跟你讲，这个仪式感，写名字这个事情，其实是特别对于自己来说挺仪式感的一件事儿。曹烨最后没有心动那个。我说什么？是不是？我太厉害了。不过从他们这么纠结，我们就大概能判断，其实他们自己都没有拿定主意。哦，到，哦，妈妈。哎呀，不用想了，肯定还是毛毛了。他的这个表情，写妈妈。哦，他没写。啊！
啊，我们保底的都没有了。毛茸茸也没有心动啊，毛茸茸也没有啊！你们两个送分题怎么回事？你们两个送分题都没得分啊！所以我跟你说，初恋人难猜吧？我还说要把他俩锁起来。对，我们还说以后到他俩的时候就直接放就好了。对，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彼此的心意没了，因为他们今天虽然没互动，但也没减分吧？嗯。关于这个结果预测，这个应该是一个让我们最大跌眼镜的。是的。我在感情的处理方面，我确实是一个比较被动，而且又比较害羞的人。我的害羞就体现在，如果说当下我没有接收到信号的话，其实我就会退缩，我不会再继续往前冲了。今天挂灯我都不知道怎么挂，今天晚上就没有跟什么接触啊。基本上到现在都是同性在一起玩，大家都社恐，说实话真的都社恐，大家现在真的好像都没有体现出什么信号。硕成是吧？嗯。啊，他要写。他如果写了，他肯定还写，太喜欢他肯定还写他呀，他不会变的。他肯定还写曹烨吧？我咋觉得笔画不太像呢？他挺执着的。啊，还要看。那叶子不会写，何雨欣啊，不会吧？何雨欣不需要看吧？我觉得就是曹啊，何雨欣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谈不了恋爱了。等会儿，他写了。你看，杨硕成，哎，他们俩双向嘞。我的判断是对的，你看。我是没谈过恋爱的人，我这不是，所以你懂他们，对，我知道了这个逻辑。广智以后我都听你的，你懂他们，你比我们都懂他们。为这道题我准备了25年，没有谈恋爱，还不相信我。怎么没有苹果？我只有一撮葡萄，拿个香蕉，就这样吧。啊，回去吧。拿了水果吃。来到何雨欣的7号房。呀哈！哇，这么巧，你知道我要过来。然后吃这个香蕉还有葡萄吗？我刚才去拿的。都行，拿香蕉吧，谢谢。你说不吃尝尝葡萄？嗯，拜拜。拜拜。拜拜。哎，我今儿先很明确的让你知道一下，我对你有好感哟。嗯。让他多。嗯。嗯。不要 emo 啦！不要 emo 啦！不要 emo！不要 emo！怎么了？非常 emo，现在。怎么呢？就是你想，大家都是陌生的，就没有，就感觉还没有到那种可沟通的那种范围，就很想走，但是我又觉得不行啊，你走了怎么可以呢？对吧？我就觉得大家都是非常好的人，我觉得我很糟糕。其他4个人明明在那里坐着，这个男生他就坐在旁边，一言不发，整个脸垮在那儿，然后没什么目标，一头雾水。他为什么就能那么能量满满的和大家交流，为什么我就不能？
大家对你评价都很好啊。可能对我而言还是有点太快，有可能，但是还是得要尝试，要面对才行。就逃避不是一个最终的答案。哎，人家的恋综是不是那种预测不会像我们错这么多啊？我也确实是没见过错这么多的，错的好离谱。人家就是预测都很准，我们6个是不是预测的太不准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一直发现，就我们能预测后面的发展，但我们永远预测不了开始。这是爱情特别神奇的地方，因为爱情的开始就不能预测嘛。但我们得为自己的失败找点理由。确实。就是我们最后对于预测结果的如此高的失败率，再一次验证了爱情这件事真的无法预判，无法预判，捉摸不透。对，谢谢我们的猜心团的各位成员，今天非常精彩的表现，就是人都错成这样，非常精彩的胡说八道。下期我们再接再厉，好不好？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牡丹村的男生们将迎来牡丹村的恋爱体验日，非常惊喜，有点害羞。Hello， 我穿一个，你有想到是我吗？所以我这个是被剩下的男生。哎呀，别哭，别哭，别哭，哎呀，我。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哎呦喂！别哭了。我们一会儿去逛超市打算。对，就是逛超市。哦，他有个要求是日常出行必须是双进双出。那咱俩得把他们3个叫2个女生走啊，不然我们俩也出不去。也是，给再叫2个。团团走了吗？团团，我还没去问呢。问一下文婷，她走了没吧？哦，那你去找这边，我去找团团。前台见啊。行。一起去超市吗？我不去。不去 ，OK。谢谢，拜拜。我会迎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有些想念。Hello， 你去吗？我可以，但是我开个单。待会前台见。行。Hello。你知道今天出门的规则吗？我知道，就是要女生和男生一起。对。其他女生要不叫一下？文婷。文婷。等一会儿吧。哦，对。Hello。哎，来了，刚好。Hello。我知道你们还在等我。
哎呀，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吧。名场面来了，3男2女，出问题。我们4个人走吧。你要不再去问一下团？你们去吧。你们去吧。我想宅着，我回去听刑法了。再见。走吧。那如果是我们4个人的话，就能1辆车。对啊，你们4个就可以1辆车。你真的要留守在这里？我给你们守家。你有一点点的惨。我真的没有，你跟人一起去吧，毛毛。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我待着吧，你去吧。我待着，没事儿。再见，兄弟们。我目送你们离开。哦，你们2个女生坐后面可以吗？钻进去，你们要。打扰了。好，谢谢。上课加油，拜拜。不要伤心，我们很快回来。我心已经碎掉了。走了啊，慢点，慢点，慢点。拜拜，辛苦你了。注意安全。一个人去吃饭逛街，跟自己玩还有失眠。如果快乐能被识破就好了。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被全世界单身。感谢独家冠名奥优能力多，感谢官方座驾上汽大众0度 L， 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合作媒体微博情感，感谢战略合作伙伴微信搜一搜，感谢深度合作平台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感谢深度互动合作伙伴自由幻想手游。你的热爱正在热播。